你从小就嚣张跋扈惯了，所以当你回归豪门的第一天，贾少爷就污蔑你，把他从88楼推了下去。面对全家人的口诛笔伐，你非但没有解释，反而大方地承认道：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那就赶紧给你弟弟道歉。人是我推的，不过不是刚才。话音刚落，你上前一把抓住陈前的头发，拽着他朝楼梯口走去。大姐陈婉清和三姐陈若秋瞬间就怂了，转身去扶地上的林美兰和陈雅欣，而陈前还被你拽着拼命挣扎，声音带着哭腔：爸妈、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救我！你冷眼扫过大厅里敢怒不敢言的众人，然后拖着陈前来到2楼。各位看好了，人就是我这么推下去的。随后你将陈前拎起来，然后猛地一推，陈前当即从楼梯上滚落。众人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纷纷冲上前去。可等他们赶到时，陈前已经血流满面地趴在地上。这就对了吗？从楼上摔下来就该是这个惨样，怎么可能像刚才那样毫发无损呢？所以各位看清楚了吗？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演示一遍？陈潇，你是要杀小钱吗？你们都说我推他下楼，现在我满足你们了，怎么现在你们还不开心了呢？小钱那么乖，肯定不会故意诬陷你，就算不是你推的，那他也肯定是因为摔懵了，才误以为是你推的他，解释清楚不就好了吗？有必要真推他一次吗？只要摔一下就怀疑我，那我可得再多试验几次了。三姐，要不这次换你来试试？陈若秋顿时娇躯一颤，脸色发白，不敢吱声了。此刻你眼神凌厉地扫过他们，解释清楚，你们有人给过我解释的机会吗？楼梯口明明就有监控，你们有哪怕一个人提过查监控吗？我们也是看到小钱受伤，太着急了嘛，所以就想着不分青红皂白，先打我一顿出气是吧？他不过是膝盖擦破了点皮，你们一个个就跟舔他似的。说着你指了指自己的额头，老子被你们打得头破血流，有谁在乎过老子的感受吗？林美兰这才注意到你额头上被陈天旺打的血窟窿还在渗血，她瞬间泪如雨下，冲着陈天旺怒道：你个混蛋，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阿萧也是我们的儿子。行了，不就是打了他几下吗？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我都是为了他好，况且当时不是看到小钱受伤太着急了吗？况且我都感觉自己打轻了，这个小畜生还敢对自己亲爹亲妈动手，我看就是欠管教。8岁之前我在孤儿院长大，8岁之后我在爷爷身边长大，你们没有养过我一天，生而不养，你们算什么父母？自古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就算我们没有养过你一天，只要你身上流着我们的血，你殴打父母，不敬姐弟，如此不孝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如果不孝会遭天谴，你第一个被天打雷劈，爷爷的死，你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小畜生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看到陈天旺那紧张的模样，你心中的猜测又笃定了几分。陈天旺，你最好祈祷不要被我查出来什么，不然我扒了你的皮！哎呦喂！这时地上传来陈前痛苦的哀嚎，众人这才想起来地上还躺着一个伤。先送小钱去医院，回来再收拾这个小杂碎。陈天旺怒吼着扶起陈前，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。等一下，小畜生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爷爷的遗嘱上将陈家的家主之位传给了我，所以我以陈家家主之名宣布将陈天旺一支逐出陈家。你说什么？陈天旺给人愣在了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你耳朵聋了吗？你们全都被逐出陈家了。这栋别墅是陈家的资产，所以现在立刻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去！好好好，还真是倒反天罡，儿子把老子逐出家门。萧儿别犯糊涂，赶快给你爸道歉，我们就当没听见你刚才的话。我只给你们5分钟，5分钟之后我开始赶人。放肆！爸可是爷爷的亲儿子，现在弄得父子反目，爷爷的在天之灵能安息吗？爷爷从小教你执礼守仪，你都忘了吗？爷爷常说的家和万事兴，你还放在心里吗？我死后自会去向他老人家请罪，但是现在你们给我滚出去！前世你被这些至亲迫害的时候，你也曾经试图反抗，然而他们就是搬出爷爷来压你，才让你一次次的委曲求全，最后落得个死无全尸的凄惨下场。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还剩下3分16秒，你们看着办。陈潇，真以为老子治不了你了是吧？就算你爷爷把家主之位传给了你，但就凭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杂碎，你以为谁会承认你？陈家还是老子说了算。话音刚落，陈天旺冲着大门口的保镖大吼道：都是死人嘛，给老子滚进来！顿时7、8个黑衣大汉在陈天旺身后排成一列，给我上留一口气就行。可7、8个保镖却站在原地没动。怎么老子叫不动你们了是不是？别忘了你们的饭碗是谁给你的？几名保镖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满脸为难的朝着你缓缓走去。老陈这不好吧？万一打坏了。哼，他都要给我们逐出陈家了，你们还担心他干嘛？死了才好。这时旁边传来一阵哀嚎，好痛啊！爸妈，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宝贝啊，不怕，爸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说着几人带着陈前快步朝外面走去，没有一个人回头看向被保镖围着的。庆幸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们抱有丝毫期待，所以现在也不觉得有多失望。大少爷得罪了我们也是混口饭吃，老爷的吩咐我们不敢不从，我们尽量下手轻点。陈家现在的家主是我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您毕竟还年轻，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，所以得罪了。说着几名保镖扑向了你，见状你身形一闪，保镖们如同断线风筝般倒地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鬼哭狼
唯一一个站着的保镖队长满脸震惊。你怎么会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陈家不需要咬主人的狗，带着你的人滚。知道了，少爷。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，你的心头思绪万千，因为在你的脑海里还有着无数轮回的画面。在每一世觉醒的记忆里，你的名字都叫陈潇，但身份却五花八门，什么影视神医、顶级黑客商业巨头、武道宗师，可每一世的结局都是被人陷害，最终惨死。你已经轮回了整整101次，这也是你能轻松放倒这些保镖的底气。其实这并不是你在这一世首次觉醒记忆，早在5年前你就曾觉醒过一回，记忆不过只有短短几天，但你却在那短短几天里做了无数的布局。看来要找个时间去看看那些布局的成果。而现在你拨通了一个电话，没过多久，对面传来一个恭敬的声音：“少主，胡爷爷，带点保镖和佣人来我这边一趟。”半小时后，一名白发老者带着一队精壮的保镖出现在别墅里。这时胡忠安看着满头血污的陈潇，神色顿时大惊：“小少爷，你这伤不碍事吧？一会儿上点药就行，人都在这了，是吧？”是的，都在这儿了。保镖30人，保姆、女佣、司机、园丁总共15人。你们几个上楼，把房间里面的东西全部丢出去。保镖和佣人立刻行动起来，一堆又一堆东西被扔在了别墅大门口。小少爷，你这是？我把陈天旺一家人逐出陈家了，他们的东西自然没资格留在这里。小少爷确实是长大了，这果决的办事风格跟老爷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爷爷常说家和万事兴，我干了这种事情以后都没脸下去见爷爷了。陈天旺一家眼盲心瞎，偏心养子，所以小少爷无论什么事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，老爷不会怪你的。你一直都是他的骄傲，而我也会永远支持你。你若想做个安稳的富家公子，我便尽最大所能护你周全；你若想掌管陈家，那我便忠心辅佐，鞠躬尽瘁。好的，胡爷爷，我知道了。我这边还有一件事需要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帮我联系陈家族老和各支长辈，我要开宗祠改族谱。几个小时后，等陈天旺几人回到别墅时，就看见3个黑色的大垃圾桶突兀地立在那里，里面满满当当的塞着各种名贵的物品。这到底是谁干的？陈天旺脸色铁青，怒吼一声便要朝别墅内冲去，顿时2名黑衣保镖抬手拦住了他的。放肆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连我都敢拦！你们已经被逐出陈家了，不允许踏入陈家半步。最后警告你们一次，立刻离开，不然我们将会采取反击。你们是老宅的人，让陈潇那个狗杂碎滚出来！我倒要问问他，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爹妈？此刻，你冷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小畜生，你终于敢现身了，敢把我们的东西扔出来！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在狗叫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耳朵聋就去看病，我没时间在这帮你检查听力。说完，你看向那2名保镖，再让他狗叫打扰我休息，你们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。是，少爷。保镖上去就是一个锁喉，另一人拎着陈天旺的2条腿，像抓粘猪一样把他往外拖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，陈婉清慌忙下车，看到这一幕，急忙冲了上去。这是怎么了？快住手！大姐，你可算来了！陈潇那个混蛋疯了，把我们东西全都扔出来不说，还叫人伤害咱爸。弟弟，看在大姐的面子上，别闹了行吗？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啊，让他们快把咱爸放下。咱爸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么折腾。好啊，那你去替他。父子哪有隔夜的仇？爸其实也是嘴硬心软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他一直自责今天打你的事情，说想要跟你好好道个歉，而且还怕你一个人在家没吃饭，让我给你打包了饭菜回来。举着手里几份打包好的饭菜，陈婉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你从陈婉清手中接过打包好的饭菜，看着那一盒盒精致的菜肴，你笑了。一声脆响，饭菜盒应声落地，汤汁四溅，同时一块牛排砸在了陈前的脸上。牛排是陈前喜欢吃的。又一声脆响，意面盒也被狠狠摔在了陈雅欣身上。意面是陈雅欣喜欢吃的。最后的饭盒直接甩到陈婉清的身上。山药排骨汤是你自己喜欢吃的，而我山药过敏。陈潇，你至于吗？我们承认平时对你是有所忽略，但是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让人把我们的东西扔出来，还把饭菜扔我们身上，你心里很爽是不是？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里叨逼叨，赶快给我滚蛋！我只给你们3秒钟时间。我就在这站着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话落，你冲着保镖摆了摆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别墅。顿时，20多名保镖从院子里齐齐地走了出来。我们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陈婉清带着众人慌不择路地跑了出，而陈雅欣还在原地愣着。这时，一名保镖一马当先地上前，然后毫不留情地把他往外扔去。其余人见状不敢再停留，连忙发动车辆。此刻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面，这个小畜生早知道会长歪成这样，当初刚生下来就把那个摁马桶里溺死。林美兰双眼通红，对着陈天旺责怪道：“你怎么好意思说的？陈潇回来的这10年里，你关心过他吗？尤其是最近几个月，他搬回来住，你说说你都给他上过多少次家法了？你现在怪我了？那我动家法的时候也没见你拦过我啊！而且他如果不欺负小钱，我犯得着对他动家法吗？慈母多败儿。陈潇这个混账玩意有今天，
我看都是被你惯的。妈妈，要不你们还是把我赶出陈家吧，只要我离开你们，回去跟哥哥好好道个歉，并发誓以后再也不和我来往，相信哥哥肯定会不计前嫌的原谅你们的，你们就有可以回去住大别墅了。我的宝贝儿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赶谁都不可能赶走你啊！你可是妈妈最宠爱的儿子，把你赶走，这不是要了妈妈的命吗？钱儿你别担心，一个别墅而已，不过几千万，那个别墅就留给那个小杂碎又如何？明天爸妈就带你去买一套新的别墅，比之前那套更大更豪华，到时候写你的名字，你才是我和你妈最爱的儿子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你正站在门外偷听着这一切。另一边天宫会所内，大哥5年了，您终于来看我了。行了好了，你看你那德行，怎么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更爱哭了？5年前沈勇遭难最落魄的时候，是你救下了他，并给了他一些资金和发展方案。5年的时间，靠着你当初留下的东西，以及沈勇本人敢闯敢拼的勇猛性格，从小人物发展成了叱咤风云的枭雄。这次找你，我还有另一件事，当年我给你留的那个系统里面的信息，现在还在维护吗？自从我手下的势力初具规模后，我就按照大哥您当年的吩咐，大力发展情报工作。现在系统里有着上流社会大部分人的把柄，这系统资料除了我们外，还有谁知道？还有情报部门的一些人，毕竟还需要他们来维护系统的数据。这个负责人什么来历？能信得过吗？应该能信得过，他从5年前就跟着我了，是陪我一起打天下的元老，而且他本人的智商很高，记忆力也很恐怖，说是过目不忘也不为过。有时候想查一个人的资料，问他甚至比查系统还要快。对了，大哥，1周后有场土地拍卖会，拍卖城南城西2块地。你突然回想起了前世记忆中的片段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们至少能赚300亿。让财务把钱准备好之后替我安排，还有给我派10来个人，3班倒做暗哨即可。另外，你再让情报部门的人好好盯着陈天旺一家，每天晚上整理好资料发我，他们做的所有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一字不漏的给我记下来。没问题，大哥，包在我身上。翌日清晨，你收拾妥当准备出门，情报部门负责人黄美云在别墅门口等着你。沈总让我以后就跟在陈少身边帮您办事。你跟着我那情报部门的事情谁来负责？没事，情报部门现在已经完全步入正轨，需要我操心的事情并不多，每天抽出个8小时就能搞定。行吧，现在先去一趟平江大学。陈少，您之后还打算每天上学吗？其实如果要学习大学课程，我们可以请一些特级教授上门授课，效果比去学校更好，而且也更节约时间。我知道，不过不需要，我这次去就是申请提前毕业的。另一边酒店的总统套房里面，简儿，你身上还伤着呢，今天就在这休息吧，别去学校了。没事的妈，之前高考我因为吃坏了肚子，考试没发挥好，害得爸爸捐了一栋楼，才给我换来上学的机会。那我更是得好好珍惜了，一天课都不能落下，不然就对不起你们的付出了。好，那让你二姐送你去学校。行，妈，我送小钱去学校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，到时候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就跟二姐说。我其实是想去上学的，可我又害怕又被大哥霸凌而已。你说霸凌什么意思？陈潇在学校欺负你了？大哥之前在学校经常骂我蠢货，还让同学们孤立我，甚至有几次还把我关在厕所里，直到放学才放我出来。其实这些事我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也没什么。但是昨天我不小心错怪哥哥，害得他被爸爸打，我怕他的气没消。今天去学校要是又见到他，会不会？儿啊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为什么都不跟家里说？妈的心都要碎了。陈潇这个小畜生真是太不像话了，一个人怎么能恶毒成这样？就不该把他养在老爷子身边。陈姐，你说阿潇骂你让人孤立你，还把你关进厕所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有证据吗？陈前神色顿时变得慌乱起来。对不起大姐，可能是我误会哥哥了，那些事有可能是别人做的。大姐你别说我了，我害怕。看着陈前可怜巴巴的模样，众人更是心痛，本就无处发泄的满腔怒火直接对准了陈婉清。大姐，你是在怀疑小钱说谎？小钱跟我们相处那么多年，他是什么人品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竟然怀疑他？我没有怀疑小钱说谎，我只是不希望他被人蒙骗，说不定他对阿潇有什么误会。哼，小钱从小温柔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谁不夸他好？如果不是有人刻意为之，他怎么可能在学校被骂被孤立？而且除了陈潇那个心思歹毒的小畜生，又有谁会去霸凌小钱？小钱你……大姐别骂我了，我错了。陈婉清话还没说完，陈前顿时抱着头蹲在地上，惊恐地大喊起来。哈的一声，林美兰上前一巴掌抽在陈婉清脸上。老大，小钱是你的弟弟，你连你弟弟的话都不相信，你还能信谁的？如果你再质疑小钱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走，小钱，我陪你去学校讨回公道。我就不信他陈潇能在平江大学一手遮天了。平江大学，一辆劳斯莱斯幻影缓缓驶过林荫大道，袁家大小姐袁娇妹扭臀摆胯，无比风情地向车队方向走去。好大的排场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领导人下来体验民情呢。
呢？你朝袁娇妹看了一眼，记忆中她好像是陈前的一个舔狗来着。自从知道陈前是顶级富豪陈家大少，而且非常受宠之后，就上赶着去陈家，试图嫁入豪门飞黄腾达。不过是陈家一个不受宠的少爷而已，就连陈前陈大少出门都没那么多保镖护着，可真把自己的命当回事。袁娇妹平江职业技院大一学生，父亲袁种，外号袁大头，家里做瓷砖生意，公司市值约1.2亿。天气热了，给他们全家降降温吧。黄美云点了点头，走到一旁打了个电话。你在保镖的簇拥下朝办公大楼走去。下等人就是下等人，就是进了豪门，也改不掉身上那股子穷酸劲。穷人丈夫可怕死了，估计每天都担心别人惦记他那仨瓜两枣，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吧？哈哈哈！就在袁娇妹仰头大笑的时候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落在她脸上。手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哪来的疯狗呢。陈潇，你完蛋了！我告诉你，你纵容保镖打我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去坐牢。袁娇妹一边说着，一边掏出手机准备报警。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，看到来电显示上面显示着生物碟，袁娇妹立刻接通，开始哭丧起来。爸爸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要给我报仇啊！报个屁仇啊！你他妈到底招惹谁了？现在所有供货商都不给我们供货，客户取消合作，银行催缴贷款，我们袁家要破产了。袁娇妹脸色瞬间煞白，眼中满是惊恐。就在这时，黄美云走了过来，对着你恭敬地说道：“陈少，袁家已经处理好了，最多不超过1小时就会彻底宣告破产。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把我的家还给我。”还那么浮躁，看来温度降的还不够，送他们全家去南极挖钻石吧。本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，谁曾想你刚走没几步，卓家大小姐拦住了你的去路。陈潇，你这2天怎么回事？昨天你把陈前哥哥推下楼伤的那么重，今天又因为袁娇妹几句无心之话，就让他全家破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嚣张跋扈？我不喜欢这样的你。卓青青将陈前和你都当作自己池塘里的鱼，谁比较有价值，就会把谁捞上来换取利益。前世你真把卓青青当作自己未婚妻一般疼爱照顾，没想到自己被诬陷锒铛入狱后，陈前继承了陈家，然后和卓青青举行了盛大婚礼。过了很久，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你得知当初诬陷自己的伪证人，其中有一份就是卓青青提供的。我命令你立刻去和陈前哥哥还有袁娇妹道歉，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。赶紧滚远点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滚远点！年纪轻轻耳朵还不好了，大脑发育不完全，小脑完全不发育的弱智东西。劝你以后没事多冲冲水，把你脑子里面的屎冲干净了再出门，省得一开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脑子里装的大便啊！陈潇，你混蛋，你竟然骂我！我为什么不敢骂你？你看你那贱样，你不是找骂是什么？陈前的是跟你有鸡毛关系，袁娇妹跟你又有鸡毛关系，你自己跳出来找骂我还不满足你？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，再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，你后悔去吧。还有这种事我高低得买2挂鞭炮庆祝庆祝，先说好可不带反悔的，你要是做不到可别怪我大嘴巴子扇你。谁反悔谁是狗。你素来言出必践，上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就把卓青青扇的原地转了个圈。随后你像扔垃圾一样把卓青青扔到草坪上，快你就在保镖的簇拥下来到了那位于最高层的办公室。你们是谁要干什么？我叫陈潇，大一金融系的学生，同时也是陈家现任家主。不知陈少来找我所谓何事？废话不多说，我想要提前毕业，行个方便。像陈大少您这种身份，一张毕业证对你来说应该没那么重要吧？要说重要，也确实没那么重要，毕竟我又不指望这个毕业证找工作。不过怎么说，也是我高中努力3年考进来的，也不能浪费了，不是？虽然我是负责人，但是按照规定也不能随意破坏。如果人人都找我提前毕业，这对其他人来说也不公平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们系主任打声招呼，不抓你的日常考勤，只要每次来参加考试并且通过，可以正常给你发毕业证。一栋楼，我捐1栋楼，毕业证现在就发给我，我懒得和你浪费时间。这不是楼的问题啊，以前也没有这种先例啊。2栋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不懂有人懂。陈少有事咱好商量，2栋楼就2栋楼，毕业证我现在就给你发。2栋，给你2坨屎，你吃不吃？车手，楼我不要了，您高抬贵手，毕业证我现在就发，以后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吱一声，我定效犬马之劳。李卫本想借机多捞点好处，却不想你手里竟然会有自己的把柄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心里嘀咕这件事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毕业证还没有拿到手，陈前和陈雅欣就找来了。二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和哥哥闹得不愉快，而且哥哥昨天那么凶，我真怕他伤到你。放心，这里是学校，大庭广众，而且我们还站这里，我不信他还敢那么嚣张。今天二姐就给你做主。说着，2人便朝教学楼的方向走去。正当这时，一名浓妆艳抹、穿着性感的女子突然跑到了2人面前，脸上满是惊慌失措，一把就拉住了陈前。陈少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们家破产了。陈前心想，你家破产关我屁事，我不过跟你试了几次还讹上我了。只是碍于陈雅欣在一旁看着，陈前还得维持温柔善良的人设。袁娇妹同学，先别急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，如果能帮我肯定尽量帮。是陈潇那个王八蛋，我不过就是嘲讽了他几句，他就叫人打压我们家的生意，现在合作的
公司纷纷和我们取消了合作，银行也上门催收，我们家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大德他怎么能这样呢？爸妈从小就教导我们不能仗势欺人，他这么做简直太过分了。这个陈潇简直是丧心病狂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。陈少，你可一定要帮我，我都是听从你的吩咐才去挑衅陈潇的，现在这样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！陈前闻言，脸色顿时一变，但是见陈雅欣还沉浸在对陈潇的愤怒中没有注意，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如果想让我帮你，就管好你的嘴，不然你就等死吧！说话间，一道愤怒的咆哮声从身后传来。孽女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他妈的到底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老子辛辛苦苦打拼了半辈子的基业，你一口气全给我造没了！早知道你长大之后会变成这个德行，老子当初就该把你卸墙上。爸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。陈少已经答应帮我们解决问题了，我们家不会破产的。你刚才说陈少答应帮我们，哪个陈少？就是这个陈前陈少，陈氏集团的少爷。一听到陈氏集团几个字，袁总立马卑躬屈膝地跑到陈前面前。陈少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您真的愿意帮我们家渡过难关？袁总放心，你们家的问题我肯定帮你解决掉，也要跟你说声抱歉。其实让你们家陷入困境的是我的哥哥陈潇，我哥哥他脾气不太好，因为和袁娇妹同学拌了几句嘴，就干出了这么狠毒的事情，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们了。袁总一听，赶紧回头责怪袁娇妹，看你干的好事，得罪陈家，你自己想死别拉上家里啊！袁娇妹没有说话，只是在袁总看不到的地方，用无比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，心中腹诽：除了陈少，所有男人都该死，哪怕是生物爹也一样。既然对本仙女下那么重的手，等我傍上陈少当了陈家少奶奶，我要你天天跪着伺候我，等你老了之后，再把你送进最差的养老院，让护工天天打你，躺病床上的时候把你氧气管，让你后悔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。陈少，您当真愿意帮我们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兄弟感情吧？哼，我们和那个小畜生哪来的感情？这位是我的二姐陈雅欣，即便我没能力帮你，我二姐也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遭受这无妄之灾的。这时，袁娇妹发现了从不远处走过来的你，惊呼了一声：陈潇，你个王八蛋！你前面的保镖立刻踏步上前，随后猛地飞起一脚，袁娇妹被踹得倒飞出去好几米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陈潇，你疯了！光天化日你竟然敢行凶，你是脑残吧？这个女人冲过来意图对我行凶，我的保镖出手保护我的安全，合理合法合规。你放屁！袁娇妹同学不过一个弱女子，就是打你又能伤到你哪里呢？有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吗？一旁的黄美云闻言快步上前，在陈雅欣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啪啪扇了她2巴掌。你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一个弱女子又能伤到你哪里？你怎么便秘呀？要不要给你整2瓶开塞露？袁总看到这一幕，心中泛起一丝不好的预感，他感觉自己可能高看陈雅欣的分量，还得靠他自己。陈少，鄙人袁总是袁娇妹的父亲，我这个孽女不知好歹冲撞了陈少，我在这替他向您道歉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袁家一条生路，你要什么补偿我都答应。你们袁家破产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。陈少，我们袁家破产也就算了，但是我们公司还有100多号员工，他们背后是100多个活生生的家庭啊！就算您对我袁家有怨恨，但是那些员工们是无辜的，求你给他们一条活路吧。看到袁总这副悲惨的模样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开始对你指指点点起来。陈前见状也适时站了出来：大哥，听我一句劝，收手吧！你害得那么多人丢了饭碗，没了经济来源，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那么有良心你去养他吗？在这跟我装什么圣母脑残？谁允许你在我面前狗叫的？你身前的保镖闻言立刻心领神会，走上前，蒲扇般的大手一把抓住陈前，随后大耳刮一下接一下的抽在陈前脸上，抽得他嗷嗷直叫。跟我玩道德绑架这一套是吧？袁总顿时冷汗直冒，心口感觉沉甸甸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。我调查过，你们公司员工总共135人，按照人均10万的裁员补偿标准，一共是1350万，所以我提前让人冻结了你们账上的这笔钱。你放心，你的员工们可以拿着裁员补偿安心去找工作，而你欠银行的钱少一分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陈少，不要啊！陈潇，你少在那里得意，现在陈氏集团还是爸爸说了算，你不过是仗着陈氏集团狐假虎威罢了。只要爸爸一句话，你对袁家的所有针对立刻就会被解除。你在狗叫什么？你刚说完，立刻有一名保镖上前，狠狠地抽了陈雅欣1巴掌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吗？没想让你屈服我，就是单纯的喜欢看你被打而已。陈老二，回去给那个老不死的带句话，2天时间把属于陈家的东西都交出来，然后滚出平江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哈哈哈！之前听说陈家大少爷治理守节温文尔雅，如今一看全是放屁，辱骂父母，殴打亲姐，逼人破产，可真是心肠歹毒，手段狠辣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道男声响起，一名身穿西服、戴着金丝眼镜、龙行虎步的朝几人走来。陈潇，青青的脸是你打的吗？那是他自己摔的。放屁！你敢做不敢认？你都知道了还来问你爹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混账玩意儿！你的教养呢？你爷爷就是这么教你对待长辈的。教养是对人的，不是对畜生的。放肆！就是你爷爷都不敢这么侮辱我，你哪来的胆子？放屁！我爷爷活着的时候，你奴颜婢膝跪着求他收你做干儿子，比狗都要卑微的样子都忘了。现在他死了，你倒是有胆子跳出来耀武扬威了。你竟然这样骂我，我可是你长辈。长个屁！别说你，
就是你爹卓红光，当年也不过是我爷爷手底下的一条狗，我想骂就骂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撕破脸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。我卓不兴在此发誓，只要你陈潇接管陈氏集团，那我卓家就和你们陈家不死不休。不死不休？你也配？你是觉得我没能力整死你们卓家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陈家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把我们卓家整死。放心，一定让你美梦成真。说着，你一脚把卓不兴踢了出去。卓不兴在地上滑了一段距离，捂着疼痛的胸口，满脸戾气地站起身。年轻气盛，早晚吃大亏。我现在就可以让你吃大亏，算你狠。青青，我们走。爸，你还没给我报仇呢，我白让他打了。报个屁啊！卓不兴快被自己的傻缺女儿蠢哭了，没看出来现在形势比人强吗？这仇我记下了，先让你得意几天。你冷眼看着狼狈逃窜的两人，对着保镖们招了招手，便准备离开。等一下，让你走了吗？陈潇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了是吗？这里可是平江大学，而你是平江大学的学生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学校开除你？那你信不信我一巴掌能把你脸抽烂？你光天化日当街行凶不说，还唆使其他同学和你一起霸凌小钱，我一定要上报学校把你开除。我霸凌这个傻缺？二姐散了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还是不要闹得那么难看了。哥哥作为陈家大少爷，要是被开除说出去多丢脸啊！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把这个混蛋开除，我要让他后悔霸凌你。小钱别怕，今天由二姐给你做主。你拿什么给这傻缺做主？拿你这身贱骨头吗？你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你真的是被陈雅欣的普信给逗笑了。陈姐，你说我霸凌他，请问我具体都做了些什么？你骂他是蠢货，让同学孤立他，还把他关在厕所里，怎么你敢做不敢认？承认？我为什么不承认？你笑了笑，随后看向身边的保镖。刚才陈老二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？既然那蠢货那么希望被我霸凌，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此言一出，陈前顿时抖落筛糠。你不要过来了！陈潇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他圆梦了。既然他都唱出被我霸凌的桥段了，我怎么能不让他得偿所愿？说着，两名保镖提溜着陈前就往最近的厕所走去。你冷眼旁观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对保镖眼神示意了一下，随后一行人便离开，回到了别墅。司机和人员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15亿的资金，另外50名职业操盘手全部就位。按照我之前给你的那几只股票代号，10点半准时入场，分批逐步建仓，达到我给定的单价之后就立刻清仓。每只股票的持仓注意不要超过2亿，然后在收市前10分钟全部抛出。明白，我会让他们严格按照计划执行。剩余的资金也尽快到位，晚点杀进迷股，切记不要贪心捞完一笔就跑。不出意外，这一轮过后，我们手里的现金流至少能够达到120亿。而陈前这边就没有这么好过。酒店总统套房，陈天旺和林美兰满面愁容地躲在沙发上，一旁的陈雅欣掩面痛哭，气氛十分沉重。哭哭哭就知道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一下。小钱为什么满身屎味的回来？你们不是去学校讨公道的吗？讨到了吗？小钱他让陈潇的保镖推进粪坑里面了。这个小畜生他怎么敢这么做？原来他过去的温良恭俭都是装出来的，现在这般心肠歹毒才是他本来的面目。爸，那个陈潇简直是疯了，不仅让人把小钱推进粪坑，还当众扇我们巴掌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卓董都被他好一顿毒打，袁氏集团更是被他搞得直接破产了。无法无天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如今陈氏集团董事长之位还没有正式移交给他，他做人做事都敢如此丧心病狂。如果让他手里再多些权力，是不是我这个亲爹都得要看他脸色了？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爸，陈潇还说2天时间，让你把属于陈家的东西都交出来，然后滚出平江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好好好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既然你对我如此不留情面，那我也没必要讲什么父子情谊了。半小时后，一家茶馆，陈天旺与卓不兴会见于此。陈董现在找我，莫不是给你的好儿子求情？告诉你想都别想，我和陈潇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哈哈，卓老弟误会了，你想让那个小畜生付出代价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那个小畜生早年流落在外孤儿院长大，本就没什么教养，回到陈家之后又一直养在老爷子身边，老爷子没什么学问，只知道一味的宠溺，所以养成了他这无法无天的性格，而且也不怕你笑话。别说你被他打了，就连我这个亲爹，他也是说揍就揍，甚至还威胁我不把公司的股份交给他，就要让我后果自负。卓老弟，你说可不可笑？看来是我误会了，本以为他是仗着你们陈家的威风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现在看来是陈老爷子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，脑子彻底坏掉了。没有陈家撑腰，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算个屁啊！卓老弟言之有理，没了陈家，他陈潇屁都不是。所以陈董，你既然不是来给陈潇求情的，那么你找我来到底所为何事？希望卓老弟帮我一个小忙，帮我教训教训这个无法无天的小畜生。你想怎么个教训法？让我找人
人把他也打一顿。哎，我们可都是守法公民，怎么能干那种事呢？我们得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，让行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当然，为了感谢卓老弟给我教育儿子，陈家与卓家的合作项目，我再让李成以示感谢。卓不兴满口答应了下来，同时微笑着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报警电话。而这时的你还在，股市翻云覆海，但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陈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才一天让我们的投资翻了足足4倍。还没结束呢，继续按照我给的方案进行操盘，记得留出2天时间把股市的钱转出来。好的，陈少，我明白了。就在这时，别墅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。陈潇，有人报警说你故意伤害，烦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此言一出，数名保镖立刻脸色不善的上前一步。干嘛？你们还想袭警不成？多退下吧，我们可是守法公民，配合警方办案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能麻烦稍等我2分钟吗？我吩咐点事情。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稍微快点。你走到黄美云身旁，附耳低声了几句。黄美云听完，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，转身回到别墅里面。我们可以走了。10分钟后，审讯室内，现在就受害人卓不兴控告你故意伤害，对你进行问询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们都将如实记录。面对警察的接连问话，你却始终闭着眼沉默不语。陈潇，不要以为你不开口就没事了。被害人那边提供了人证，我们的同事也去平江大学调取了监控。如果人证物证齐全，即便零口供，我们也能定你的罪。现在让你坦白，是给你机会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的道理，你不会没听说过吧？有证据的话，直接判我就行。你们也抓点紧吧，毕竟传唤时间最长不能超过24小时。有什么问题，等我律师来了之后再说吧。我累了。说完，你再次闭上眼睛。而报警的卓不兴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殊不知一切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自己只是打了个报警电话。报警把你抓进去后，陈天旺就立刻信守承诺，重新拟定了让利之后的合同发过来。不过陈潇那小畜生肯定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束手就擒。不过既然敢动手打我，老子非得让他把牢底坐穿。说着，卓不兴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，准备打给集团法务部，但就在这时，却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。为什么才接电话？我刚刚不在办公室。呵呵，你以为你瞒得过我吗？别看了你找不到的。不过这件事我先不和你计较。抱歉，我以后不会不接电话了。这不重要了，因为你可以准备上路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合作的事情败露了。几分钟前有人放了几张照片在我办公桌上，所以你都懂吧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不想。我真的不想。你知道你逃不掉的，自己主动点。你的家里人我帮你照顾，不然后果你懂的。所以到底想还是不想，自己考虑清楚吧。我只给你10分钟。说完电话挂断了，同时断了的还有卓不兴的生路。往事一幕幕如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不断闪现。当时扬帆集团因为扩张太快，资金链紧张，从一开始的运输少量违禁品，到后面大批量走私，甚至到了后面买卖器官和人口。但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正是他的保护伞。卓不兴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弃子，到底是谁放的照片？而且这个人明明有证据，却没有直接交给警察，而是放在了那人的办公桌上，似乎就是为了逼迫那人舍弃自己。一瞬间，卓不兴似乎想明白了一切。陈潇是陈潇，想到这，卓不兴颓然地靠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。几分钟后，卓不兴走到窗边，拿出手机给女儿卓青青发了条短信：离开平江，别惹陈潇。随后便推开窗户一跃而下。晚上6点半，巡捕局这边，你的律师也来到了。巡捕同志你好，我是陈潇先生的律师罗伟。你的律师来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询问了吧？可以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既然是故意伤害案，请问受害人在哪里呢？行，我去联系受害人。但还没等他走出房间，一位同事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眼神凝重地看了一眼审讯椅上的你，在帽子叔叔耳边低语了几句。怎么了？不方便联系受害人吗？其实对于之前被害人提供的验伤报告，我们并不认可，所以我们申请让专业机构重新鉴定。现在出了点问题，受害人没有办法配合验伤。验不了伤也可以验尸吗？